印尼排华特别厉害哦。我们这里以前也是有排华过，就是抢劫吗？杀华人啊，还杀华人啊？天哪！原来马来西亚每年的5月13号就是排华。在马来西亚马六甲，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华人，每一个华人知道我们来自中国都十分的友善热情，这种感觉不像是对外国游客的关心，从内心深处我们能感受到这是一种血脉相连的情愫。在马六甲机场街，我们见到了会馆中深情演唱中文歌曲的大叔，发自肺腑的思乡之情让我们动容。在出租车上和华人大叔聊天，得知马来西亚曾经的排华历史。1969年5月13日，华人为首的马来西亚反对派在选举中战胜马来族，马来族势力不满结果，挑动华人和马来人的对立，在吉隆坡对不少华人进行了血腥的杀戮。事后，马来西亚官方报告死亡人数196人，其中华族143人，但很多华人事后回忆，实际的死亡人数远不止如此。尽管在马来西亚面临着诸多不易，大马华人仍旧坚守着中华文化，在中国已经不多见的传统文化在这里仍旧很好的留存，并且大马华人经过奋斗也掌握着马来西亚的经济命脉。如今马来西亚前10位富豪有9位都是华人，当地富有的华人会捐钱捐物帮助贫穷的华人群体，也会捐资赞助华文学校，让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得以流传。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，马来西亚的华校几乎都是华人群体自发建立的，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的帮助，足见其中的不易。在马来西亚，我们遇到了一群可爱的华人群体，他们处境艰难却又不屈不挠。下面和费文涛开始今天的马来西亚之旅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马六甲的机场街夜市啊，这个夜市呢是整个马六甲晚上最热闹的地方。但是呢，这个夜市不是每天都有的，一个礼拜只有3天有，分别是周五、周六和周日。那今天我们运气很好，刚好是周末，我们去里面逛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，在这儿解决一下晚餐。其实刚到这个口，我们就闻到了很浓郁的这个榴莲味儿，是的，好像是那家吧，他们家在卖这个现切的榴莲。这个猫山王是按颗算的，不用称，一颗是80马力，差不多就130多，将近140人民币，也不便宜啊。因为它比较小嘛，你看它这个一个感觉也就1.5公斤到2公斤的样子。对。3、4斤啊！它这儿都卖这么贵，国内得卖多少钱？我想。对，因为猫山王这个品种比较好一些嘛。没关系，贵我们就不吃，我们到槟城吃。这边还有卖冰糖葫芦的，不过根据我们在东北旅行的经验哈，像这种天热的地方，能把冰糖葫芦凝固住的。那我刚才也在想，它那个外面的糖不会化掉吗？对，它凝固住的都用的食用胶啊。不一定，我看它那个柜好像是有冷气的，也不好说啊。反正放在户外常温下肯定会化掉的。咱们可以在这个夜市逛一逛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伴手礼，比如冰箱贴什么的，我们可以买一些带回去啊。给自己办，给自己办个手是吧？对，给自己办。这是干嘛的？挠背的，可以拉长。啊，这是挠背的。哦，你看，它可以拉长。我刚还以为这个是猪八戒的那个武器，9齿钉耙。微缩版的。哦，这种是放家用。哦，这个我们家里有。在家用这个没有见过哎。这个没见过，这个中国很多。对，这哪里都可以带。6买一个。6买一个。不求人，那个我们也叫不求人，就那种长的竹子的。我们中国来。对，我们中国来，西安。西安。陕西。在上海吧。哦，你在上海啊？在上海10年。哦，厉害啊！10年。哦，10年。上海好玩吗？3、4年。上海跟新加坡比，你觉得哪个好一点？没有得比了。没得比啊。文化这些吃的东西不一样。不一样。不一样啊。你讲帮忙，哪里都帮忙。是的，是的。帮忙。啊，兵马俑我去以前很多年了，7、8年了没有去。对。兵马俑吃那个什么泡馍。泡馍。泡馍。哦，泡馍，对对对，那个很好吃。哎，你好厉害呀，好厉害。真的去过啊。对。好，我们转转去。这大哥，你好。这边大哥人很好啊，这边人真的很好。你不管你买不买哈，这些华人都特别的热情哈。对，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华人，我们来之前就从网上看到说他们对这个中国同胞都特别热情，来了之后才感受到了，就是非常主动的会去帮你，或者问你有没有什么需要的。然后碰到了之后呢，就会跟你去聊一些关于马来西亚或者关于中国的一些事情。是。就感觉家里人、自己人那种感觉，天生的亲近感啊。其实大概看了一下这些吃的哈，跟我们那儿吃的好像没什么区别哈，挺像的。
我在机场街，很想你，差一个很想你啊！钵钵鸡，四川钵钵鸡，1元1串的钵钵鸡，2元1串，全程2元哦。来，美女，你是哪里人？东北的。东北的。东北人跑得够远的啊！大家猜我在这个摊位发现了什么？你后面写着呢。甘蔗水，这是我这次来东南亚之后第一次碰到甘蔗水啊！之前我们在中南半岛喝过很多次。你好，老板，多少钱一杯？小的6块。小的6块。啊，大的。我们再请你们。哦，我们要大的，要小的。要大的吧，大的8块是吧？啊，要大的。我们要一份大的。好，可以支付宝吗？好，支付宝。好呛啊，这好呛啊！老板，你哪里人？本地人。我说你老家是哪里？祖籍哪？祖籍啊，潮州。哦，潮州啊。水草就是这个吸管。吸管啊，你们把吸管叫水草啊？对。好，谢谢。熟悉的味道，好纯的这个甘蔗味儿啊！前面就是琼州会馆啊，原来琼州会馆在这儿呀！我们找了一下午都没看到啊，结果晚上夜市里找着了。海南会馆，好高。感觉海南人挺多的。这个琼州会馆比我们之前见到的这个福建会馆要大一些，各种喝的，你看小八宝凉茶，还有橘子酸梅、海底椰，这个好便宜，小份才3块。我感觉我们现在见的主要都是喝的呀，没什么吃的，吃的就是跟我们中国的夜市一样的。哦，这有点心啊，虾饺什么的，广东点心，好像还有烧麦，任选4粒5块钱。还挺便宜哈。对，要不要来一点？你好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鱼丸，这个是酸甜的猪肉。哦。然后这边3个全部猪肉的，这2个鸡肉的任选。好，我们来一点吧。这是鱼丸是吗？超大的鱼丸，好香。那选1个鸡，再选2个猪，好吧？这个看起来好吃一点，上面好像有一点点这个鱼子酱。这个是什么呀，薇薇？这个。这是酸甜猪肉，酸甜猪肉。哦，没吃过的来一个，来一个。那个中国的那个糖醋排骨一样。哦，糖醋排骨啊。这个听起来也很好吃，是不是可以支付宝？支付宝、微信全部都可以扫。我特别想尝一尝马来西亚这边的糖醋排骨、糖醋里脊。给这个，给你，这是你要的。宝子们先吃第一口，马来西亚的糖醋里脊啊，吃过吗？很奇特的味道，里面放辣了。我尝一下我的那颗鱼丸啊。好吃，这里的鱼丸都是好 Q 弹的那种，对，里面应该都是纯鱼肉做的，只有鱼肉没有科技。这个夜市啊，人真的太多了，我们要从我这儿肩膀都挪不过去。你有没有发现啊，这个夜市的老板大部分是华人，应该超过了80%以上都是华人。华人做饭好吃嘛？宝子们，你们看我们看到了什么？龙须糖啊！哦，跟我们那边做法一样的哈。走吧，你不爱吃，走。我爱吃，我最爱吃甜了。其实我除了爱吃甜之外，我爱吃甜咸口的，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吃的就特别的适合我。没有你爱吃的，你都不爱吃。在马六甲这边有个特色就是椰糖，马六甲椰糖，它采用了椰树茎部的椰花水来制成的，这种特色的。对，还有椰子糖。我们吃的那个尖蕊，它那个里面的椰糖就是这个颜色。那是椰糖，我还以为红糖呢。不是红糖，它是化成了那个水之后也是这种褐色的，有点像红糖的颜色，但不是一个东西。1公斤18马币，还可以哈，不贵。不过我俩带不了，要能带就买点了。不，你不爱吃糖，我不爱吃糖。你看，你们还有娘惹粽。娘惹粽。对，就是肉粽呗，各种肉粽。它这还有素的，素娘惹粽。哦。你好，这个传统娘惹粽里面是什么？它里面是猪肉碎、冬瓜糖、香料一起去炒，然后外面是白色的，啊，就那个兰花那种。哦，这样子，甜甜口的，甜甜咸咸的。哦，这是我爱吃的，走吧。不，你不爱吃。又看到有好吃的，宝子们，就这个椰子雪糕，我们上次吃还是在泰国吃的。走吧，走吧，走，你不爱吃，你不爱吃。我爱吃，我一定要给我买，你不买这日子过不下去了。你看啊，它一个椰子雪糕要16马币，将近30块人民币。哪有30块？你这汇率怎么胡算的？你不爱吃，走。我爱吃，走。买。哪种是特色啊？椰子雪糕吗？对。好，你们这有地方做吗？没有啊。没有。我们要一份这个椰子雪糕。
真的好大一份，真的好大。你还说人家贵，其实一点都不贵了。看老板给我们料撒的好足啊！哇，真的好大一份，我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，得有7、8个这种球了。不错，物归原主，给你吃。真的很好吃。看光盘行动完成，我会2个人狼吞虎咽，你争我抢。主要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马六甲逛夜市完全没有语言障碍？这边老板大多数都是华人，而且每家店都有这个中文的店铺，像定制你的专属呀、卡皮巴拉呀、什么椰子蛋糕啊、机场街橙薯条啊。他这个吃的就厉害了，看起来是一个面包吧，其实我跟大家讲啊，这个面包里面是有一种动物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不写了吗？咖喱面包机。你以为我是傻子？不然你以为里面有一只狗吗？好吧，真的是啊，它里面看着是面包，里面藏着半只鸡或者1只鸡，这是马六甲这边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小吃。这个应该是30马币吧，50多块钱。这是什么好吃的？咖喱泡芙！天哪，狒狒来一个咖喱泡芙。那是警察吗？你看。哎，好像是部队的。我们来马六甲这么多天了，好像第一次看到警察呀。对。因为今天这个游客实在是太多了。旗袍店，厉害了啊！马六甲人也穿旗袍。已是满怀疲惫，眼里是酸楚的泪，那故乡的梦和故乡的雨，为我抹去窗河。这首歌真的好应景啊！我们现在在这个雷州会馆，就是现在湛江的一个。老华人唱这首歌来感受生长。在马六甲的唐人街这边看到一些老叔叔们啊，一些叔叔们那边唱一些怀念祖国的歌曲，还是挺感动的哈。对，故乡的云啊，尤其是在这种场景下，然后这个地方又有这么多华人，是的，还挺感动的啊。然后我们刚才在这个雷州会馆里头，有一位打扫卫生的叔叔，也是华人啊。然后他问我，因为我在旁边听了很久的歌，然后那叔就问我是不是雷州人。我说不是，我是北方人。他说北方哪里？我说西安。然后那叔叔说，我知道你们那里有很多古董，好搞笑。我觉得这边的华人都特别有意思啊！你看，不管做生意的，还是那些会馆里面啊，全部都是各种财神啊。对，哇，人家说的是中国人在全世界是最爱钱的，过年都要说恭喜发财。刚才在雷州会馆的墙上有幅地图哈，里面有一行字，我觉得还挺感人的。首先就是他在这个雷州半岛那儿打了个箭头，写了个我们的根，最下面写的是不忘初心，把根留住，方能笃定前行。不求生命辉煌，但求祖国伟大。就觉得，他们虽然说远在海外，但还是心系祖国的啊，还挺感人的。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啊？在整个机场街有特别多的卖拖鞋的。这条街的街头那儿就有好几家，然后现在走到中间了，这又有好几家。因为在马来西亚呢，他们不是盛产这个橡胶嘛，然后橡胶工业也比较发达，这里的拖鞋很多都是由天然橡胶制成的，质量都很好。我看很多中国人来这边旅游，回去时候带的伴手礼是什么？是拖鞋，就一个人带好几双。那个品牌好像叫 Vapor。这有一家烤鱼肉啊，这家我们之前没有见过啊。鱼肉搅烂，辣椒少许，黄姜等香料，还有姜啊。羊惹味的呀。羊惹味，尝一个。你好，我们要2个。这很像粽子这样子啊，这里面的鱼肉。对，看起来很不错啊。海底椰。哪个比较特色啊？都特色。这个有点像菊花。对，有点像王老吉或者加多宝那种比较去火的这个，不错不错。这个烤鱼终于不烫了，我们给它吃掉，3块钱俩。哦，好香啊！就是那种这个叶子，好吃啊，挺好吃的哈。这闻起来好香啊，这个。它这个叶子烤的有点焦焦的，然后上面带点那个焦香味儿。来，粉丝先看，看完了我吃。你这是个好人啊，你这是个好宝啊。好吃，好吃啊。它这个料已经非常少了，生姜一丢丢，主要是那种比较辣的味道，辣辣的。这边的煎饼果子，价格多少钱？
最便宜的9元，然后加肉松、加火腿什么的都各加1到5元不等，下来就10好几了。感觉煎饼果子这边属于是进口食品了哈。舶来品，吃饱喝足，我们在马六甲河边散散步哈。它这里呢有一整面的涂鸦墙，上面写了一些特别有哲理的诗，比如说这2句啊：人间富贵花间路，纸上功名水上鸥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人啊，活在世间，不要太去看重这些富贵啊，还有功名利禄这些东西。花间露就指的是花朵中间那个露水，很快就没有了。水上鸥是同样的意思啊，是水里面的气泡，也很快就没有了。就说呢，大家还是要放平常心，不要太去看重这些表面的东西，让自己不愉快或者是内耗吧。我觉得还挺有哲理的，写在这里。让你说，感觉更有哲理了。马六甲河白天和晚上是2个世界。这里白天呢，主要就是一些游客打卡，还有河里面有人坐游船啊。然后晚上呢，几乎都是这种民谣的餐厅或者民谣的酒吧。晚上漫步在马六甲河边啊，让我想起了我们去年去过的一个城市，和这里是很相似的感觉，就是越南的呼安古城。大家看了都觉得挺像的，都是中间有一条这个河流穿过，然后两边是古城和古街道，而且这2个城市都是各自国家的历史文化名城啊，而且都是以前的这个商贸重镇，然后华人都很多。大马这个交警特有意思，他用手电筒来指挥交通，用手电筒来告诉大家哪儿可以走，哪儿不能走。是要放鞭炮吗？你看。哎，好像是。哇，感觉像过年了。是的。哇哦！这是当地华人的一个什么节日？都在舞龙舞狮、敲锣打鼓。明天应该是在庙里有活动诶。好热闹啊！还有放烟花呀！刚才我问了一位华人帅哥啊，他说这个是庙里的活动，今天晚上是最盛大的。然后呢，它的活动总共是5天，明天的活动就在庙里算是收尾了，今天是最隆重的一天。他们走街串巷啊，意思就是把这个祝福全部撒给沿街的民众，是这样子的。见者有份啊，我们俩也有份，还很幸运呢。哇，好漂亮啊！真的感觉跟过年一样啊，放炮、放烟花，然后舞龙舞狮、敲锣打鼓。在马来西亚，一位华人大叔给我们讲述了曾经马来西亚的排华历史。当地人不仅抢夺华人财物，甚至还有很多华人被杀害。有的华人在马来西亚国内躲避逃难，有的则远赴海外逃难。我们上次和另外一个马来西亚大哥聊天，他就说现在中国越来越好，海外的华人会比较少受欺负，相比以前的话。外国啦，好多华人啊，一直被打压。你看那个印尼以前排华几厉害。是，印尼排华特别厉害啊。我们这里以前也是有排华过。那时是他们是投票的事情，投票赢过马来人啊。对。所以他们不高兴哦，晚上半夜就开始要排华。排华就是抢劫吗？杀华人啊！还杀华人啊！天哪！原来马来西亚每年的5月13号就是排华。以前我们这里以前的老人家都不要乱说什么5月13，也警察听到啊会被抓。对，我记得69年5月13号在吉隆坡好像是。现在的年轻一代的马来人不会啦，比较会有想法的。如果比较极端的，没办法。以前排华的时候，如果他们马来人没有那种兵权，他也没有本事打到我们华人啊。是，就是他们有兵权在手上，我们会做什么都是躲上来啊。对，只能躲起来。我父亲那时还年轻，说这里躲那里躲。就是1960几年的时候吗？对。还有跟我婆婆的弟弟，现在在香港生活了，已经在那里有子孙了。大哥，像你们从小就读华文学校吗？对呀。有华小啊。华人跟马来人从小读不同的学校是吗？
有的是读马来校，但是有华文教师。那你们小时候是从哪儿学那个马来语啊？小学小学啊，小学就有。华校也有教啊？也有教啊。哦，所以马来语就是国语哈。啊，对。88娘惹是不是也属于华人的一部分啊？对，他们的名字也是华人名字，哦，但是他们有的都是会说中文，哦，他们说都是英文和马来语。大哥，那这边的华人和马来人通婚吗？就结婚的多吗？会有啊，只是我们华人如果跟马来人结婚，就是我们信他们的穆斯林教啊，哦，所以我们的名字前面要放一个马来名啊。嗯，但是你过世，坟墓会放华人的，是，要跟着穆斯林拜。但是我们这里的马来人的规矩，他们可以娶3个太太。哦，可以娶3个太太。那当地的马来人可以娶4个华人的太太吗？这样子我就没听过。他们娶几个太太是不同的房子里住啊？对，那得很有钱才可以娶得多。很有钱。现在马来西亚越来越多马来人的增加，越来越是华越来人越高。华人不生孩子啊？华人现在这种年代生一个是头痛啊。马来人生孩子，政府可能会给的奖励多一点，然后华人他们就不管。马来西亚的华人最早都是广东、福建那边的哈。你们怎么就说成统一的普通话这种语言啊？我们说马来西亚的华语啊。就华语教育就这样子的。哦，学校懂了。教的时候就教的普通话。大哥，你对中国什么印象啊？中国的印象啊？对，发展到很进步，发展的很快哈。是快很多，就是发展得很快。然后人才现在越来越多。对，因为那个人多，受教育的人多。对，在马来西亚这边啊，其实特别有意思，当地人做生意也是挺松弛的。这边很多餐厅它是分那个时间段的，是，比如卖早餐的，它一般从7、8点开始到2点准时就关了，对，就不会再经营下午的了。然后如果是卖中午饭，它可能从11点开到下午的2点或者3点就关掉了。晚饭一般从4点半或5点开始，一直开到晚上的10点，就感觉大家还是挺注重这个生活和工作的平衡的。是的。然后要保证自己在工作之余的时间好好休息，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。是，尤其那种小摊贩啊，像我们现在去吃那家呢，是一个餐厅，像这种餐厅呢，夜时间就会长一些。就这里的餐饮业，反正没有我们国内那么卷。咱们那哪怕是一个，比如我们本地很小的一个面馆或者是凉皮店啊，都会从早开到晚。这儿有一个华人的寺庙啊，叫保安宫。最近好像是什么宗教的庆典，每天这里都很热闹。我们去里面看看，好像听说这里晚上会有什么法事，然后白天大家在做这个准备的活动。里面，你好，可以进来看看啊。就是今天晚上是我们会有就是这个吃龟活动。今天晚上这个叫吃龟活动。对，就是广济祖师。他就是把这些福米都捐给这里的穷人，然后就会排队，所有的穷人都会排队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些米是寺庙采购的还是当地人捐的？对，当地人我们会有一个筹款仪式，在这个法会还没开始之前，我们每年都会有举办这个活动，然后很多善信他们就会捐米，就是基本我们都是收集1包米，就是25令吉，然后捐赠给我们的庙，然后庙会就会去准备这些大米，然后会帮助所有的华侨，马来西亚很多华侨，然后就是华裔子弟嘛，华裔子弟很多也贫穷，然后我们会准备油啊、米啊、柴米油盐这样的东西，然后文具。和这些米，然后给这些小学生。是当地有钱人捐钱，然后你们去采购大米啊、文具啊这些给小孩。对。那你们这个布施的这个受众的群体只是华人？不是，不只华人，不管他什么群体，就是印度啊，可能马来西亚马来人也可以，全部都行。只要你是贫穷的都行，因为祖师文化就是遗传给我们，就是要帮助穷人，然后布施。普度众生。对。我们到餐厅了，好饿。你好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吃的饭，这个将军鸡粒饭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啊？好像都是吃鸡的。帅哥，你们这儿招牌就这个鸡粒饭是吧？鸡饭粒。鸡饭粒。是我们的特色。它这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把鸡肉包成一粒一粒的。它就是用饭
捏成一粒一粒哦的，没有煎。它就是那个米里面会放一些这个鸡油是吧？就是用鸡油煮的饭，和盐巴然后再搓成一粒一粒。哦，就是那个小圆圆的小饭团。对。它是按粒卖的，你看它一粒是一粒这么大。一粒0.6，这么大啊，就跟像一个丸子一样大。对。通常一个人我们差不多给到5颗6颗这样。一个人5、6颗就够了啊！我跟大家说啊，我真的是长知识了。大家看啊，这家餐厅里，它这个白鸡有上装和下装。我当时想着可能是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哈。刚刚这个小帅哥给我们解释了一下，这个鸡的上装就指的是鸡胸、鸡翅，然后鸡的下装指的是鸡尾和鸡腿。是分这个部分的，但是这样的叫法我是第一次听到，还挺有意思的。然后我们要的是这个鸳鸯，鸳鸯就是烧和白啊，各一半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要2人份的烧和白。好了，我们的餐已经上齐了啊，老板上餐的速度真是非常快的。看一下我们今天吃什么，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要的这个白烧双拼，就是白鸡，这个是烧鸡，然后旁边会有一点这个黄瓜做蔬菜。那这个酱呢，就是用来蘸这个肉和蔬菜的。这一盘是生姜酱，我们第一次见这个，就很浓郁的那种姜味儿。它感觉是把生姜用那种一个特制的工具给它擦成姜蓉，然后再放上一些这个盐巴之类的哈，有点味。然后这个是当地的辣椒酱，也很好吃，有点辣，我刚尝了一下。这盘是青菜，那这2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食了啊。文涛的是这个鸡饭粒，我差点说成鸡粒饭了，鸡饭粒。我的是散饭，不过我这个散饭我刚闻了一下，里面有比较浓的这个生姜味，因为他们这边用姜跟那个肉汤一块儿，对，一块儿熬成这样的汤底。这个是我最期待的，就是鱼丸汤。我真的太爱这边的鱼丸汤了，我以前去福建的时候也天天喝。我觉得海边的鱼丸汤真的是百吃不厌，特别新鲜。我们在这个大陆的中间地带啊，一般吃不到这种东西。那我们这一餐饭一共花了多少钱呢？大家可以先猜一下价格，等我们吃完之后给大家揭晓答案啊。我现在就要开吃了，我先尝一个这个烧鸡。其实相对白鸡而言，我比较喜欢吃烧鸡，我有点重口味。它这个肉的口感很 Q 弹，就那种很新鲜的活鸡。再来一小块白鸡，因为我不是很爱吃白鸡，喜欢吃烧鸡，那个酱油味儿比较好吃。我爱吃白鸡，我觉得白鸡特别清淡，好吃。所以这咱俩还挺搭配的。是。你吃一半，我吃一半。白鸡确实味道挺淡的，我蘸一下他们酱试试啊。其实我本身不爱吃生姜，但是老板说这个是特色，所以尝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。姜酱啊，这怎么吃啊？呀，入口即化呀，满嘴流油啊！这个姜依然是我讨厌的味道，但是呢，这个白鸡还是挺香的，跟那个烧鸡一样，它那个肉很好吃。我尝一下你的哈，分我一个怎么样？好，没问题，分5个都可以。它这个一个虽然只卖6毛钱啊，但它团的好紧实啊，感觉吃3、4个就饱了那种。好像饭团了。文涛是香菜深度厌恶者，我们刚把香菜拿小盘子已经完全挑出来了。好宝们，光盘行动完成。我连汤都喝光光了，一口都没剩，真的很好吃啊！现在到了揭晓答案的时候了，我们这一餐饭花了多少钱呢？答案是50马币，折合人民币大概85块钱的样子。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？离开马六甲之前，我们决定在荷兰红屋这里，也就机场街这里，再吃一次尖蕊。这家是本地大哥推荐的啊，据说很不错。这是他们家的菜单，有榴莲的，有冰淇淋的，有红豆、绿豆。Hello，this one，this one。你要在这里吃带走。在这里吃。在这里吃，第哪个？第9个还是第12？第9个，9个。一个。5块钱。好。好，来，加你5块，谢谢。谢谢，你中文真好。哎，没见我们说中文。今天是我们在马六甲的最后一天了，最后一夜了啊！这会儿已经是晚上的快7点了，快要太阳落山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马六甲河的河畔边上，再来吃一份尖蕊，也叫蛏豆。我们要的是一个红豆的，这家是本地人推荐的，应该很不错啊。不过他们家好像是冰箱不够给力，这个冰沙都化掉了。对，
都成了这个汁儿了。前面几家我觉得口味差不多，但是区别是他们家的椰糖味儿会淡些，就是这个糖的甜度会低一些。不过呢，椰奶味儿更重了。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快8点了，我们又来到了保安宫的门口。这里8点整会给周围比较穷的人发这个米面油之类的。那现在我看前面已经开始排队了。今天的这个警察也很多啊，在这里执勤的来维持秩序，包括这个路口指挥车辆的，因为这里现在有大量的群众在聚集。我看还是华人多一些，而且几乎都是老人家啊，周围住的。这个队排得真长啊，我们从头走到巷尾了，还没有到头。安婷，你们几点过来排队的？很早就排队了，很早就来了。我现在后面排的好长啊，是吧？这里是可以领那个大米是吗？对。我们一直从队尾走到队的最前面。今天我们碰到那位华人小伙把我们放进来了，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，在最前面看一下这个发放的过程啊。刚刚我听现场这大哥说啊，这些米一共是有4000多袋，完全是够用的。外面没有那么多人，外面应该不超过1000人。然后这个米呢，每一袋都是5公斤，都是周围的人捐的。基本都是老年人哈，老年华人多一点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些就是现场的这个出资者、捐赠者，他们也会在现场参与这个发米，有点像我们之前在缅甸曼德勒开到了千人送饭，也是这样子去布施的嘛，算是。这个流程还有点像我们在琅勃拉邦见的早上布施的哈，也挺像。但是这个就是完全不商业化，也没有什么游客，好像现场就我们2个是游客吧。要不是我们今天碰巧碰到华人小哥哥欧文，我们俩也进不来，也不知道有这么个事情啊。你好，阿姨，你们是本地华人吗？对呀。哦，这里会经常发东西吗？1年1次，是因为现在过这个节是吧？对。哦，阿姨，你们祖籍是哪里的？我们是福建的。啊，海丰。哦，那好像是广东的地方。